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最近流量掉得厉害，拜托小主们多多留言、点赞、转发，感激不尽。接着上期往下讲，整个定下昭归公主去和亲的过程，甄嬛都脸色凝重，始终不发一言。但是在皇上确定下这个决定后，并说由皇后准备着按顾伦公主的礼制给办嫁妆，这时甄嬛又说话了。注意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就是甄嬛举手发言的时候，皇上本来靠在椅子上的身体立刻作证，表现出一副很想听听甄嬛的意见。甄嬛说，办起嫁妆的事说简单也简单，都由内务府盯着，这说难也难，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，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，人多势忙。臣妾想曹姐姐最细心，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。被点名干活的曹贵人一哆嗦，还没从公主和亲这件事中回过神来，突然叫自己去操办嫁妆，本能的就拒绝。但是皇上想成全甄嬛的提议，于是接过话说，你的心事细，适合干这些。眉庄没看懂这个局，可能在座的好多人也觉得莫名其妙。皇上都说由皇后准备嫁妆的事了，甄嬛这半路跳出来说叫曹贵人接手，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？再说搞不好还要得罪皇后，都敢明着来抢工作了。甄嬛的这一步棋看似奇怪，但只要我们往后看，看到曹贵人站对甄嬛的时候才明白，才知道甄嬛的这一招不知有多少高明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曹贵人的处境。应该说，整个商量和亲的场面，就属曹贵人和新贵人最害怕了，因为就他们俩有女儿，虽然还年幼，但从昭归公主身上，他们仿佛看见了自己女儿的命运。本来说公主和亲也没有那么可怕，就像甄嬛后来和眉庄说的那样，若能嫁得如意郎君，远些又何妨。可是这次昭归公主要嫁的是60多岁的英格可汗。眉庄说，可怜公主正当妙龄，英格可汗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。而且加上皇上说，只是朕亲生的温宜公主太过年幼，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，就是温宜以后为了大清，也是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。曹贵人如何不心惊胆战？在听了皇后提议用皇上最小妹妹来代替皇上女儿和亲的原因后，内心更加是慌了一批。皇后特别强调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，即使日后皇上指婚，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，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，体面尊贵呢？皇后这一字一句，每个字都敲打在曹贵人的心上，这不就是他们母女俩的真实写照和以后的路吗？这也是曹贵人最痛的点，因为自己身份卑微，怕不能照拂着温宜的未来，所以他在华妃面前哪怕受尽屈辱也忍着，总想华妃能提拔他，以后女凭母贵，也能给温宜指个好人家。可是跟着华妃光干活，天天996就不见涨薪，更不要说升职了。更可怕的是华妃为了争宠，不惜伤害温宜的身体。跟着这样的领导看不见未来，即使这样，曹贵人也没想辞职，因为为了女儿，他还是想在华妃身上搏一搏。甄嬛也曾试探过曹贵人，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，毕竟曹贵人是华妃的猛爪，不仅有头脑，还知晓华妃做的一切坏事，如果想干掉华妃，从曹贵人身上找突破点是最佳计策。曹贵人是个9曲心肠的聪明人，他不会轻易倒戈甄嬛，因为虽然甄嬛是皇上的新宠，但是地位还是不及他的老领导华妃。再说华妃虽然跋扈，但曹贵人还是感激，因为华妃的庇护才能生下温宜。而这一次商量和亲的场面，让甄嬛看到了打开曹贵人身上突破口的缝隙。其他嫔妃都在长吁短叹，不是骂准噶尔的嚣张，就是同情昭归公主。当然甄嬛也是十分同情昭归公主的，但是她的思维是感性和理性并存，她没有被情绪裹挟着走，在伤感过以后，马上从感性思维切换成理性思维。教父里有句话说得好，花1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甄嬛就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她有很敏锐的洞察力，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她从这个局势中迅速发现了2个问题。第一是皇上的意思很明确及肯定，那就是公主非嫁不可。
就像他和眉庄说的那样，浅妾一深谙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眉庄还天真地说，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？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噶尔？甄嬛冷笑道，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，何必动用千军万马？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，若是输，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；若是赢，年羹尧军功更盛，功高震主，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。甄嬛看得很明白，所以任凭他们讨论的义愤填膺也好，唉声叹气也罢，她没有出声，因为她知道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必定要和亲，再讲也是徒劳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同情昭归公主。第二个就是发现了曹贵人身上的软肋，然后借这个软肋让她破防。这一次和亲给曹贵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，虽然温宜因为幼小逃过这一劫，但以后温宜长大了就不知道，是个未知数。甄嬛把曹贵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甚至曹贵人心里的万马奔腾，她都觉察到了。就在曹贵人心思沉重的时候，甄嬛却提出要曹贵人去帮忙置办嫁妆，这不是让人家痛上加痛吗？胖妮当时以为是甄嬛想报复曹贵人以前对她三番五次的陷害，后来才发现自己肤浅了。以甄嬛的段位，她不屑做只发泄情绪的事，她要的是对她有利的结果，而不是只有爽点的过程。她这个操作是为以后拉拢曹贵人做局铺路。事实证明，甄嬛送给曹贵人的办嫁妆实操工作非常管用。曹贵人送昭归公主出嫁以后，就差点崩溃了。曹贵人的贴身宫女殷秀说，公主真是可怜，成个亲冷冷清清的，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。曹贵人眼中含泪，绝望地说，太嫔位分低微，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，何况是和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，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，即使是亲生女儿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皇上也不得不肯。由此及彼，看看自己低微的身份，想想温宜的未来，曹贵人的心态一点一点的在失衡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淡定。没几天，甄嬛找了一个机会，又告诉了曹贵人，昭归公主嫁过去半个月，英格可汗就暴毙了。更惨的是，公主不能回朝，只能嫁给新的部落首领为妾。曹贵人彻底崩溃了。这时又恰逢华妃被降位又失宠，再加上甄嬛许她的好处，为了温宜的前程，曹贵人背叛了华妃，投靠了甄嬛。看了这个场景，胖妮在想，无论对手如何强大或是难搞，其实都避免不了会有弱点，只要找到这个弱点并好好利用，就会达到钳制对手的目的。但是想要练就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的能力，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他要求你有足够的学识，有过人的智慧，还有通晓人性阴阳面的显规则和潜规则。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具备这种能洞悉一切人性的能力，大部分人都是沉浸在小我的情绪中看问题，而且还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别人，不能跳出局去看自己，看别人，看世界。我为什么喜欢看《甄嬛传》？因为我总是能从甄嬛她们这些智慧的女子身上看到闪光的东西，哪怕她们身处任何困境，她们都能生出向上的思维，去破局，去博弈，去为自己的人生做最大的努力。虽然反复看剧并没有让我变聪明起来，最近流量掉的也快要吃土了，但它的确能让我有所思有所悟，然后心里逐渐明朗起来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好起来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拜托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